大家晚上好。胖东来这种企业，我感觉以后肯定会被拉下神坛啊！我觉得你说的大概率是对的。再等2小时，我天，这都是从几点开始等的？等1个半小时，你们太可以了啊！这个也是提前第一次，但是提前也不能提前太久，是吧？好，完了，眼镜正式开始发售了，是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人花29999去买那玩意儿吗？先签个到啊，中国版 VP 可通米咕和腾讯视频欣赏苹果沉浸视频，以后就可以沉浸式党建了啊！这个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吧，点赞感谢。坐等今天吐槽 CSDN 的流氓行为啊，马上就来。第一次迟到啊，不迟到，我们是正常开始了呀。今天迟到吗？没有，怎么会迟到呢？这么奇怪的事情，这像是我能干的事儿吗？对吧？但确实是，反正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过敏。稍后我1分钟，看一眼这边，我要去发推。我一般是在开始以后呢去发 Twitter，走你推。走你，然后好，我们正式开始。然后鼠标，好，稍微等一下。迟到了，迟到了，不迟到，我们怎么会迟到呢？比起以前的早到，今天稍微晚了一会儿，好吧，我应该是晚了1分钟。小范去哪里定了吗？啊，还没有啊。这个现在的状态是现在填报志愿，然后呢，到7月1号算截止填报志愿，然后应该是在1周之内吧就可以确认了，所以下周应该可以确认啊。前段时间电信屏蔽苹果多端传输验证域名，导致一些设备不能传输。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它是在某几个省的电信屏蔽了苹果 Apple ID 的认证域名啊，干了这么个事儿。刚在公园停车场里歇着刷手机，结果2个民警吃饱了没事敲窗户，把我吓了一跳。结果一问是嘛事儿没有。哎呀，你看这个。刚开直播，对，这是刚刚开始，点赞感谢。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咱们来讲一下 Gitcode 搬运 GitHub 商店的仓库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是6月26号发生的，也就是2天前。Gitcode 呢大量的搬运了 GitHub 仓库，而且在搬运的过程中呢没有征得原来的主人的同意，而且呢特别过分的是什么？就是搬运了以后还修改了仓库代码，伪造成自己原创的。因为我们在 GitHub 里面都会去写这个 README，然后呢会把这个仓库地址写进去，告诉他说我们这个项目是从 GitHub 的哪一个网址来的。那么 Gitcode 上去了以后呢，把这东西给改了，改成说这个项目就是从 Gitcode 来的。而且更可恶的是什么呢？还伪造了大量的作者的账号和主页，说这个项目是他做的。因为他知道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人创建了相关的账号以后，才可以在这个账号上去建立自己的开源的仓库。
如果你没有一个人在这儿的话，这个仓库不能凭空冒出来，对吧？所以呢，他为这些作者们还整个创建了网页，等于全都爬回来建了一遍。啊，这个就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啊！整个的开源社区直接就爆炸了，因为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就是一个一个的跑去 Gitcode 下面去骂去，要求删除这些未经许可搬运的代码库。啊，然后有些作者呢，干脆在自己的代码库里边投毒，也就是放这个，比如说梯子啊，或者一些其他相关的代码在里面，因为这种代码就是 Gitcode 也会什么也不问啊，什么也不查，就直接搬回来。那么搬回来以后再去举报他，对吧？有些人采用这样的手段。当然，你如果真的是国内的人的话，估计也不太敢啊。美国人的项目他搬也就搬了，这个，但是怎么说呢？人家美国人也未必发现得了。现在第一批发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些开源的创作者发现了，然后开始在往里面投毒。那么这件事情的核心是 Gitcode 啊，Gitcode 它是一个公司，不要想着它是一个网站啊，它首先后边是一个公司。这公司什么时候创建的呢？这公司是2023年9月22号成立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呢？因为那是2023年华为 HDC 的日子啊，就是前两天 HDC 刚发什么鸿蒙啊，什么仓颉开发语言啊，对吧？就是 HDC 叫华为开发者大会上。那你说为什么2023年9月22号的 HDC 上会去创建一个叫 Gitcode 这样的公司呢？对吧？那我们要去看一下 Gitcode 这公司下头有哪些股东。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重庆开源共创科技有限公司，一共呢有3个股东啊。第一个股东呢叫长沙开发者科技有限公司，占40%的股份。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 CSDN 啊，就是大家比较习惯 CSDN，但是从来没想过它是一个长沙的公司，对吧？CSDN 呢中间有一段时间经营的不是特别好，直接被一个长沙的公司应该是买下来了吧。那么第二个公司是谁呢？第二个股东叫深圳市红土善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对吧？长了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它实际上是个投资机构嘛，所以你看它叫合伙企业啊，它占30%。那么这个基金是谁出的钱呢？49%的钱是深圳市引导资金，实际上这是个政府的钱。然后另外的就是真正的由这个企业出的钱是谁出的？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给了1.9亿人民币，然后华为旗下的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认缴了1000万，所以华为给了2个亿在里边这是第二个股东，所以他的第二个股东呢，基本上认为是华为系的这个基金啊。第三个股东呢，叫做重庆余志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占30%的股份。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是一个重庆国资的，等于重庆做国资的一个大的基金，就是重庆市政府实际上是。所以呢，这个公司呢是 CSDN 40%负责运营然后呢是华为，然后是重庆市政府。因为重庆希望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叫做中国的开源软件圣地，所以重庆对很多的开源项目都有支持，这样也支持了他30%。因为毕竟后边华为是 CSDN 嘛，重庆说我出钱，对吧？大家知道重庆还有一个基金叫天工开物开源基金会我是那个基金会的顾问，对吧？这个，所以重庆现在是四处在搞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公司的法人是谁呢？这公司的法人跟董事长叫蒋涛，实际上是 CSDN 的创始人。它的核心技术就是整个这套Gitcode 的网站是拿什么东西搭的呢？是由华为云的叫 CodeAs 拿这个东西搭起来的。华为云的 CodeAs是 ARTS 是代码艺术的意思。所谓的 CodeAs 呢，实际上是一套类似于 GitHub 的一个代码托管平台的一套系统，算是一代新的 AI 驱动的开源开发者平台。它实际上呢是运营者是 CSDN， 技术呢是华为云，出钱呢也是华为，
对吧？这个里头 CSDN 其实出不了多少钱的，它是相对比较穷一点的。服务器肯定也是华为的啊，这个重庆市政府呢也给了一些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只有这样的项目呢，才可以在2023年的 HDC 上去发布说啊，我们成立了，我们要开始干活了，对吧？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华为项目，很多人都在那骂 CSDN，我觉得呢 CSDN 算是替华为背锅了啊。在国内你要去骂华为的话，这个事儿就没法骂了。当然现在这个事情呢，也基本上是被压住了啊。国内呢，除了一些很零散的报道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没有报道啊。这个也是华为一贯的做事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国内现在有哪些大的开源项目呢？第一个叫 GITEE 啊，GITEE，这个呢是开放原子基金会做的开源的这种Git 仓库。现在呢里头最大的一个项目叫 Open Harmony，对吧？华为给的把鸿蒙的源代码系统放在这个 GITEE 里边了。那么第二个呢叫 Coding，Coding 呢实际上是被腾讯云收购的，就后边是腾讯啊，然后呢它呢也收购了另外一个项目叫 Git Cafe 啊，这个是原来跟我一起去做这个数字游民项目的那个 Thomas，他原来是 Git Cafe 的创始人。然后第三个呢叫 CodeUp 啊，CodeUp 后面呢实际上是阿里云，对吧？这个大家注意啊，一般云计算公司喜欢去做这样的代码托管仓库，为什么？因为它自己有服务器，有存储空间，对吧？而且你一旦做了代码托管仓库以后，大家也比较容易把这些代码托管仓库里边的代码部署到你自己的云服务器上，所以一般的云计算厂商会整这个玩意儿。像 GitHub 后边是微软云啊，所以这个都是相同的道理。然后最后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叫 Gitcode 啊，它呢是 CSDN 跟华为云一起来做的项目。然后咱们今天上午放的那期视频讲仓颉语言的社区就在 Gitcode 里面，对吧？这个就是在为华为服务。啊，前面那个项目他没抢着 ，Open Harmony 没抢着啊，被这个太早了嘛，被 GITEE 拿走了啊。后面华为肯定是什么都要用自己的嘛，啊，绝不能假手他人啊，万一被人卡了脖子怎么办呢？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所以自己做了一个 Gitcode，啊，自己跟这个CSDN 一起合作，然后把后边的仓颉语言社区就搬进来了，啊，这就是国内的开源项目仓库的一个基本发展现状吧。那么这一次的 Gitcode 到底干了些什么啊？咱们说搬运这件事儿，其实大家都搬啊。这个国内的这种叫做开源仓库呢，没有不搬的啊。这个搬呢，其实分三个层次搬啊，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叫镜像搬运，镜像搬运呢其实也还算是善意。为什么叫算是善意，而不是完全善意呢？就这种仓库搬运啊，有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别人的授权和认可。你按道理说，你应该先问明白啊，说你允不允许我搬进来做仓库？如果人家不允许，你是不能搬的啊。但是这种镜像搬运一般不问啊，都会搬进来。但是搬完了以后呢，他会保留人家原来的这个所有的信息，你不能改成代码，这事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会专门的去注明出处，说这个我是从GitHub 上哪儿搬回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到那儿去问去，对吧？他一般会写清楚。而且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 GitHub 经常访问不通畅，你访问不了啊，那我又要用这些代码怎么办呢？我给你搬回来啊，搬回来以后你可以在上面去使用。像 GITEE 前面其实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讨论啊。这个呢是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你国内访问 GitHub 你访问不了嘛，我要用代码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搬回来，对吧？你可以在国内的镜像网站上去使用。那么如果对方作者要求了啊，你说你给我删了吧啊，或者怎么给我整理一下啊，GITEE 他们应该也会去处理，只是搬之前他没问人家，是吧？这个呢主要是给国内开发者使用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做这种镜像搬运的时候是可以进行合规审核的，因为很多的这种叫做GitHub 上的项目啊，在国内其实是不合规的。对吧？那么我在搬之前，我审核一下，如果合规了，我把它搬回来啊；如果不合规的话，我就不搬了，对吧？它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说，为了不被搬呢，在这个代码里头放一些在国内不应该放的东西啊，这个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属于叫生搬硬套啊，这种就是比较傻
什么意思呢？就啥也不说，我就直接把它搬回来啊，啥也不改，这个不做任何的修改和调整，这种呢就反正属于比较愣的方式吧，也有人干这种事儿。然后第三种呢，就属于纯坏啊，就是搬运之后还修改原作者信息，这种就属于特别特别坏。Gitcode 干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把这个项目源头改了，号称说这个作者最开始就是在我这儿做的，而且呢伪造了作者的账号和页面啊，说这个作者你看他自己在我这儿登录了啊，在我这儿这个已经整起来了，而且这种账号页面还特别讨厌是什么呢？等作者说我现在想去删这个项目的时候，啊，这个 Gitcode 还非常强硬，说你怎么证明这项目是你的？啊，你要先来上我这儿来登录来，啊，登录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去认证你的这个项目啊。那你说我没法认证啊，因为你是伪造了我的页面，我现在自己登录上就是一个新账号了。他说那可以啊，你授权给我，你授权给我，你就可以啊进入到这个页面里去了，你可以去删除这个项目。但是你授权完了以后呢，你删你是删不干净的啊，你在这个GitHub 上是哪个账号，然后跟它内部是哪个连在一起，这个会跟它绑在一起。现在呢，它等于做的叫赤裸裸的绑架，就是你想要求删除你的项目，你必须在我这儿注册账号，必须先授权给我，你不授权给我，我就不允许你去删除啊。现在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现在呢，可能就是再去授权它，你都删不掉了啊。现在这个就属于是无耻到家的一种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被社区所痛恨呢？啊，大家要注意啊，开源其实并不是一种公益。在前面讲很多开源的项目时候都讲过，开源呢是一种新型的松散协作方式，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商业模式，对吧？这是挣钱的。那么这种挣钱的商业模式上，因为大家是松散协作嘛，那么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规则和道德进行约束。否则的话，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把代码开源出来，啊，你连问都不问就给我拿走了，还给我改，改完了以后就直接剥夺我了，对吧？然后要求我证明我是我自己，要求我证明我有这个权利去使用这些代码仓库，对吧？这个就有点像中国这种银行，对吧？老人死了以后，你去取存款，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对吧？或者你爸是你爸，这个就属于非常非常的恶心。而且开源呢，算是现代软件、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你如果没有这一套道德约束，没有这一套调性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开源，也没有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这些软件、互联网以及软件工程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些东西都不会有啊。那么你只能是被人卡脖子啊，没什么好说的。那么遇到像 Gitcode 这样赤裸裸的绑架、耍流氓，对吧？这种方式的话，就属于是完完全全的在破坏社区规则，而且把基本规则做完破坏掉了以后，你就再也不可能形成这种新的说做一个规则，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去建立起信任是很慢的，你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好人才有可能建立起信任来。但你只要做一次坏事的话，大家就不信了啊，这个人原来干过坏事啊，他会有这样的情况。整个中国这么多人再去找开源的项目啊，再去做为开源的事业做贡献，也是希望中国能够这个借助到全世界开源的这种风气吧，我们不会被其他国家甩掉，对吧？我们也可以利用开源这种先进的商业模式，让中国整个的软件系统可以更快的追上其他人，这都是我们在努力做的事情啊。结果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对吧？上来说我就这么干了，我就有理了，对吧？那么很多在开源这块做出努力的人，包括像我这样的人啊，包括前面我们也上过节目的这个一些开源社区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这么长时间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啊，所以大家现在在骂他。但是现在的事情呢，基本上舆论被压住了啊。其实你离开软件圈，离开开源圈，没人知道这事儿，对吧？极个别的报道也不会得到流量啊，因为后面其实是华为。现在呢，这个 CSDN 算是把锅背上了啊，说这是 CSDN 干的啊，我们丢人了，就这样了。CSDN 也不说什么，而且到现在为止呢，他们也不说我承认错误啊，说我没错啊，你现在还是一样想上来申项目，你还是得这个
注册我新的账号啊，注册完了以后，然后你要经过我一个认证来证明你是你，然后才能再去删除。而且绝大部分人应该是删除失败啊，现在一帮人还在继续骂。这个华为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大上的啊，而且呢现在还有一堆人跑出来洗地来了，对吧？这个特别逗，我是在 Twitter 上还是在哪儿，我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有人出来洗了，洗什么呢？他说：“哎呀，万一 GitHub 以后卡我们脖子怎么办呢？对吧？我们不就使不了了吗？我们现在先把它搬回来，万一它以后卡我们脖子，我们不就有的用吗？对吧？”这个我觉得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脑子真的不知道是怎么长的啊。第一个 ，GitHub 从来没有卡过你的脖子，也没有卡过我的脖子，对吧？现在国内 GitHub 无法正常使用的原因，到底是谁卡了谁的脖子？对吧？GitHub 几次被封，几次解开，这个其实 GitHub 的状态一直属于一个玄学状态，而且呢，这个它里头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对吧？它是在中国可能不是那么合法。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叫学习强国，啊，那个是干嘛呢？就是专门帮你去破解学习强国软件，然后帮你去刷十分、刷时间的。啊，这个肯定不属于我们允许的范围内嘛，啊，所以就不停的去翻墙它。现在有些地区呢，你可以去访问 GitHub，但是你如果想从上面大量的下代码下来是不允许的，对吧？它会侦测到啊，一旦发现你去进行大型的代码沟通了，直接把你干掉。那你说 GitHub 你这个投入点人力物力，把中国不喜欢的东西都删掉不就完了吗？啊，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啊，为什么呢？就是它是开源服务啊，本身带有一点点公益性质，所以呢，对代码进行审核这件事儿本身成本又很高，对吧？那么就不是那么划算，所以 GitHub 也不太愿意干这个事儿。而且你想，它在美国，对吧？微软下边的公司，你说啊，我应中国政府要求把哪些项目给它删掉了，这个也不行啊，对吧？因为大家知道 Zoom 原来是怎么被美国政府收拾的。啊，他就是应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把一些在 Zoom 上开会的人的会议室直接关闭了，那美国政府就直接处罚他，那么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的。那你说能不能做一个镜像站，对吧？你中国人就访问这部分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是中国人可以访问的，有一些东西访问不了，这个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谁来做这个叫做代码审核？审核完了以后，我到底怎么放这个东西？而且 GitHub 下面你是可以相互之间进行项目引用的。那我引用了一个我无法访问的这个项目，那你怎么办啊？所以 GitHub 一直也没干这事儿，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啊，反正你怎么说呢？中国政府你有审核要求，我们抵制它，把它封掉呢，也不算完全师出无名吧，也算是有一点点理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们想继续跟上这个国际开源软件的新潮流怎么办呢？啊，你做一些镜像，如果能够在获得同意和许可之后，你去做一些镜像，注明出处这个事儿其实挺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如果你说我没有获得同意，我也做了镜像了，啊，如果下次人家要求删，我就自己麻溜的把它删掉，这个事儿呢也行啊，也不算是特别十恶不赦。但是像 Gitcode 这样的事儿呢，就属于实在是干的太恶心了啊！那么 Gitcode 干的最恶心的地方在哪儿？首先，CSDN 啊，它因为背靠的是 CSDN 嘛，CSDN 本身底子那样稍微有点潮。CSDN 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开发社区啊，而且是最古老的，它是1999年就成立了。啊，CSDN 的意思是 Chinese Software Developer Network 啊，叫中国软件开发者网络，对吧？起的名字也起得很好。它呢一直在做技术交流社区，但是呢，为了活下去，对吧？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妥协，因为大家知道，技术开发社区它的收入是很有限的，啊，它最早在上面的收入是打广告，啊，打完广告以后呢，开始进行招聘，啊，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以前是在 Bolin 做这种 evangelist，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会上去打广告，但是最后，反正我是属于怨念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 Bolin 比较穷，对吧？一上去打广告说，哎，我们想上个广告位行吗？啊，或者你们有个什么会，我们想上去讲一讲，赞助一下，对吧？人家说，你看 IBM 给了多少钱？你看微软给了多少钱？你看 Oracle 给了多少钱？瞧你们穷的，对吧？我属于从头就是被他们歧视的那一波人，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办法。那么他们反正广告就是谁给的钱多就上谁的，对吧？上完了广告以后就开始做招聘，做完招聘呢做培训然后呢开始开各种的技术大会，技术大会呢实际上也都是在收钱，因为为什么他就得活下去，对吧？这个在中国做社区这件事儿，原来我们讨论过，你如果不交钱不交社区的费用，那么这个社区呢就会为了活下去丢失立场，讲各种各样特别这个商业化的这种话就是谁花钱他就给谁讲话，他一定会变成这样所以 CSDN 一直是这么样一个状态。而且呢，为了维持活跃，因为你看你要打广告嘛，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日活、月活，要有点击量，所以呢，它上面有大量的低端内容充斥期间。因为大家知道，做一个社区这种事儿，就不停的会有新人进来说，哎，1+1等于几2+2等于几他一直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是不会去做搜索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停的问，不停的问。而这个你正常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有一个规则，你不做搜索，直接问1+1等于几，你应该把它踢出去。对吧？这样呢，你整个社区的这个氛围才能不断往上走。但是 CSDN 就不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都留着你们都在我这儿来说来，对吧？说完了以后呢，我才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才有更多的广告的刷新的展示机会，有更多的广告点击率。他一直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整个 CSDN 的这个内容也好，用户也好，其实是比较偏低端的上高端一点东西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少非常少。而且程序员这种职业，对吧？你到了高端的程序员，这个有谁不知道 GitHub 吗？有谁不知道说这个开源的是怎么回事吗？肯定大家也都明白，对吧？所以他为了维持一个自己的正面形象，还是在低端程序员里面继续玩耍吧。那么所谓的开源社区这种东西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对吧？不能因为你是华为云众多爱国开发者就闻风而动就跑来了，这个事儿是不现实的。GitHub 做到现在也做了16、17年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因为我做了 GitHub 大家就来了也是慢慢做出来的。你想他去年才创建的 Gitcode2023年9月22号创建的，那到现在的话，小猫3两只其实才是正常，就是里头有个比如说几千个用户或者几百个用户有个几百个项目这个才是正常的不是说你这个就一定是说因为是华为云，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热烈这是不正常。社区呢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滚动过程，也就是内容吸引人，人产生内容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社区来说，最重要的既不是鸡，也不是蛋既不是内容，也不是人，是什么呢？是底层的规则与调性，这个东西才是最核心的一个价值。一旦一个社区失去了底层的调性，失去了底层的规则，这个社区就不存在了，对吧？你就是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数据而已。这个有25年历史的 CSDN 不可能不了解这个逻辑。CSDN 你想蒋涛从多早就开始干这个事儿到现在了，他一定是懂的。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去搞这种大力出奇迹的事情？那一定是有一些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的人，对吧？不愿意相信社区规则的人说我们这个天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吧？我们不遵守这种规则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大力出奇迹，这个事儿一定是华为云干的，对吧？你想它成立不到1年，有245万用户，3.3万个项目，5万个组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吧？这就是胡来的事儿。对吧？而且计划在今年10月份还要推出运营增强版，年底要上 AI 版本，2025年要成为中国开发者首选的开源平台。你像那么多阿里云、腾讯云、Git， 对吧？一堆的那个还要跟人竞争，我要最厉害，因为我是华为嘛，对吧？这种事儿是 CSDN 这种干了25年或者干了26年的这样的老开发者社区能说得出来的话吗？这不是人话，对吧？但是Gitcode 的人就说了这个事儿他就办了办成现在成了一堆笑料。现在呢，这个事情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我今天上午还有一帮朋友在 Gitcode 里边去折腾。第一个 Gitcode 里边大量的 issue， 什么叫 issue？ 就是说我们写了一个项目以后遇到问题了，我们会去提这种叫 issue， 互相看不见。
为什么？因为一是大家都是提着说你这无耻的人啊，把我的项目搬回来，赶快给我删了，都是这种东西啊。所以现在干脆一是你也别看了，对吧？然后禁止讨论啊，你们现在不允许在我的项目里讨论，这都是我辛辛苦苦偷回来的，你怎么可以在我的辛辛苦苦偷回来的项目下头品头论足呢？你怎么可以说这是你的呢？啊，所以不许讨论，而且项目跟人完全隔离，对吧？你想说，哎，我现在想找一个项目啊，你搜索能搜索到，但是搜索到以后你点不进去的，对吧？现在变成这样了，而且用户之间相互也找不到，对吧？你去搜索，搜索完了以后，啊，这个你完全找不到这个人啊，因为我们也是以前有几个老同事都有上面账号啊，对吧？说来我们互相的这个项目里头协作一下，发现找不着人了，对吧？现在也是如此，而且到目前为止拒不认错啊，没有任何人出来承担这个错误，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说我要怎么改进这事儿啊，我怎么去修改这个项目，没有人说这事儿，对吧？这个事儿就完了，就跟华为做的很多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 GitCode 这个事情的后续影响会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就是会有更加严格的开源项目和开源代码审查，这个是必然的。因为 GitCode 拉了大量的有毒代码，或者说国内没有允许上架的代码，直接在这边上架了，而且被举报，他这个事情现在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解决不了，对吧？你想他这边切着卡尔本人项目拉回来了，他有能力去检查一下你这到底是一个梯子软件呀，还是一个反动啊、色情啊，还是正经的软件？他没有能力去检测这个东西，他只是闭着眼睛看啊，开始往回拎，拎完了以后呢，我们把里头所有的这个GitHub 开头的这个链接改成 GitCode 开头的链接，对吧？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是他们干的挺利索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出完了以后，国内一定会很严格的去检查啊。再有这种事情，一定会重罚。因为呢，我们也问过一些国内其他的这种开源软件的平台，对吧？如果你的平台上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代码，那是会封站的啊。这个中国管的还是很严的啊。那么 GitCode 到现在为止没有封站，站还依然在这挺立着，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这个肯定是给整个中国的开源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倒退。然后第二呢，就是对这种整个中国开源社区是很大打击了，因为本来开源是无国界的，对吧？很多人讲了说，哎，你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在俄罗斯让他们使用开源软件，对吧？但是呢，这个开源行业里的人啊，包括开源整个圈子里的人说不，开源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对吧？任何人都可以继续贡献代码，都可以去使用这些代码啊，这个事儿是 OK 的。但是呢，啊，你不要往里投毒就行了，大家相信你啊，你也不能干坏事儿。现在呢，等于说我们自己把自己单独拆出来了啊，我们不守你这些规矩，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啊，拿回来以后还要去改你里边的所有的信息，然后你回来要求我删除的时候，我还死硬，对吧？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而再往后，华为的生态建立基本上也就被这个事儿告吹了，对吧？我今天上午的华为仓颉开发语言的讲解里头就说了一个新的这种开发语言啊，它到底成不成功，跟这个语言本身技术上好坏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核心是要看你的社区以及你的上下游产业链是不是丰富。那么这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把整个的华为生态链全搁里头了，不会有人去跟他玩这个事情啊，因为已经知道了说啊，我放到华为仓库里的东西，或者说我放到任何地方仓库的东西，都有可能被你搬回来，搬回来以后你还会改，改完了以后还会伪造我所有的信息，而且啊，我要求去取回我的权利，要求把它删掉，要求修改的时候你还不理我，对吧？所以不会再有人给他贡献任何东西，除了脑子有坑的啊，这个什么时候都有。那么鸿蒙跟仓颉啊，现在都是在建立开发者关系的一个关键时态啊，就是这个开发者生态你是建不起来的。你如果玩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是个好人这件事情你知道了，你会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对吧？那么这个事儿是没法玩下去的。开源这个东西最害怕的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开源里头默认是相信大家都是好人的一个游戏，一旦有人发现，哎，这里头有个坏人，对吧？
看见任何人二话不说，砰先放一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的开发者生态就直接崩了。《三体二》这个黑暗森林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就是罗辑从冬眠中醒来，看到了一大片叫大低谷时期的纪念雕塑群。这个雕塑什么样呢？是从沙漠中向上伸展的枯瘦的瘦骨嶙峋的手臂，在对着天空做各种极度扭曲的姿态。然后这个雕塑群旁边有一个严肃的方碑，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叫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这个呢，就是要送给华为的话，对吧？你不能说我们已经很厉害了，咱是过日子吧，这事儿不行啊。还是说我们有一套规则，我们要按照这个规则，按照文明的规则接着往前走。那么也有人再去讲因为以前很多粉红来跟我怼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发明自己一套规则，我们不要遵守西方人创建好的规则，因为开源就是西方人创建好的规则，我们一定要自己有规则。中国人为什么要去听他们的，对吧？我们要自己来。中国自古以来有规则没有？有咱们的规则是什么？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什么意思？产权不清晰，这个东西永远不是你的，永远是皇上的，对吧？他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非对错是由身份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由本身是非对错决定的。这就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东西。而且呢，还去搞什么百善孝为先，实际上都是在讲这个，不要讲对错你要首先讲你的立场。这个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古以来所有东西，你想怎么干怎么干最终都可以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可以不守规则，这是咱们自古以来的这种规则，这是中国人的规则，对吧？那么最后，当规则成为上层攫取利益工具的时候，我们的技术是如何传承的呢？我们的技术玩的叫传男不传女。对吧？如果是依靠传男不传女的这种方式，你有可能打破卡脖子吗？你是不可能打破卡脖子，你会被人卡一辈子，对吧？人家能够快速的发展是靠开源，是靠相信所有人都是好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遵守开源的规则与礼貌，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订立那么严苛的规则，就可以一起去协作，就可以做出新的软件来了，可以做出新的人工智能来。对吧？咱们这儿好，我们要用中国的规则，我们要搞传男不传女，对吧？这个最后是这个成王败寇，我们要搞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能被人卡脖子卡到死这个就是华为 Gitcode 搬运 GitHub 项目的最终结果这个咱们就把话放这儿。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评论。坚持1周，早上5点起，划半小时船，学1小时机器学习，然后上班喝咖啡，一天都很充实。范总可以试试。好吧，我这周的整个状态都不是很好点赞点赞，感谢。今天你点赞了吗？对，华而不实，为所欲为。这个华为现在就简直是没法整。作为一个作恶公司的员工，他们怎么想？鄙视公司想法嘛？他们可自豪了我以前有一些同事去了华为，现在也还在里头混只要讲到华为的事情，都是说，哎呀，我们可厉害了，我们顶住了美国人的这个制裁我们是民族的希望这个他们已经完全被扭曲了。赶上了可惜国际漫游就不看了，好吧。Steam 下促Steam 我现在已经实在打不动了。打卡上课感谢。来了点赞CSDN 本来就被嫌弃，这波操作把他们的核心用户全砍跑了无所谓，和 CSDN 的用户永远是一波一波的就是韭菜。
上新的这个学校里边去刷，刷完了以后呢，你学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会离开，所以他们一直用户也好，内容也好都比较低端。你这个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啊。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这个华为好像就是这么一帮人啊，这次是恶心透了，这是盗版知识产权犯罪，是这样的啊，这个妥妥的知识产权犯罪。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说他们，对吧？国内都没有，就是报道都没有啊。我遭恨人很真实，活该，是什么呀？这个话说的好怪啊。有在 GitHub 和 CSDN 都有账号的苦主，自己 CSDN 的用户名被强制加数字，系统新创建了账号，用来放倒回去的这个仓库，这个实在是很丢人啊！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开心，他们就全都干了，赶上直播了，欢迎。搬回来的和 GitHub 的原版本保持这个更新同步嘛？想多了吧？你已经把这代码改了，你咋更新同步啊？对吧？你改一个文件，你要想同步回去，你还要去做合并。你把 README 文件改了，你把上面的这个 GitHub.com 改成 Gitcode.com 了，那你这个你不去提交的话，不去 commit，你没法去更新了，对吧？你更新同步的前提是你自己不改啊。边修热水器边听老范侃大山，好吧，今天算是骂人啊。GitHub 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但是 Gitcode 就说我一年就可以有好几百万啊，200万用户啊，几十万项目就可以搞这种事儿。天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对，绝对遥遥领先，清场是遥遥领先，是这样的。会员掉了，临时卡又挂了，到家赶鬼继续上，感谢感谢。Gitcode 是 CSDN 和华为一起搞的，舆论一边倒，生产 CSDN 啊，遥遥领先，是这样。你现在也只敢骂 CSDN，所有骂华为的在国内都删帖了。这样估计拿项目经费的时候夸下了遥遥领先的海口，是这样。你想他拿了那么多国资的钱，对吧？上这个重庆国资的钱，深圳国资的钱都拿了啊！你拿了这样的钱的话，最后你说，哎，我这个有10个项目，20个人，这玩意儿你交代得过去吗？你交代不过去啊！恶心啊，就是恶心啊！举远大目标，喊 slogan，禁言啊，不认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这是他们干的活啊！直播是的，是直播。华为不就是打着爱国的旗子，然后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吗？就是华为干的很多事情呢，其实技术本身还是可以的。比如说他们现在做的这个系统啊，叫 CodeX，就是编程或者叫编码艺术这个系统，可能做的也没有任何毛病啊，甚至也有一定的领先性。只是呢，你的底层逻辑是错的啊，这件事儿实在是，哎，就不会有任何好结果。你等于出发点就错了。这个最近帮小范选专业、选学校心理历程，可以做一次专题节目说一说。我可以啊，但是我准备等他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再说。菊花就像个饕餮啊，所有行业只要他来了，这个别人都很难。是的，华为就有点这个感觉啊。好像任何东西只要跟华为沾边儿啊，就变得恶心无比。明明可以跟所有人站在一起，偏偏喜欢躺在别人的头上。是，听了感觉恶心啊，不过不吃惊啊，不这样才是吃惊，好吧？这个卡尔加厨应该是软件行业的。问个问题啊，分数在北京排名大概是多少？4900。自我催眠、自我洗脑、自我感动是这样的。华为的员工好多就是这样啊，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呢，大概就已经离职了。啊，最近华为老人很少出来讲话，
现在是大嘴的华为啊。老人前2天去接待了，就是李什么来着叫？一下把人名字忘了，就是去年嫖娼的那位钢琴家啊，李云迪啊，去接待了他，然后拍了很多的照片啊，一帮人还说，哎呀，你看这个任老爷子对吧，还是很大度的，还是给年轻人机会的啊。现在他已经成神了啊，我没法说了。但是国内现在成神的人有一个要倒霉啊，现在有一些国内的声音吧，要求重新审核院士名单啊，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位医药方面的一位伟大院士。这事儿是华为干的吗？这事儿除了他，别人干不出来啊。这个 4S 虽然愣了点啊，但是我不相信 4S 干这种事儿，因为蒋涛我们还算是熟悉。呃，我们的这个榜一大哥也来第一次赶上直播了，你有日子没见着你了啊。这个意大利不知道现在天气怎么样啊？他们连医生都洗脑了啊，抢救都已经是正常的事情了。是的，南方医科大学的于力现在据说已经离职了啊，已经直接辞退了。就是你居然敢去救人啊！你居然敢不去上课，你居然敢这个上课迟到29分钟，而且还给领导造成了这么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干掉，对吧？这就是中国的南方医科大学的医生，而且那里是广州市第一军医大学改的南方医科大学啊，这个人已经被辞退了。又第一次赶上啊！感谢感谢感谢啊！最近没来，不知道老范讲过达摩院吗？没有啊，达摩院真的不是特别了解。现在插手各个行业，对，华为现在哪个行业它都上。点赞点赞，第一次来了，你这不像第一次。版权的事儿，我这里刚好有个例子，天津基辅号航空母舰主题公园飞行控制室里边有个小屏幕上的科普视频，是一个俄罗斯军事 YouTube 的视频。前2天正好让我看见，我在视频底下给这个俄罗斯哥们儿留言了，他表示很遗憾，因为他没有收到任何报酬，完全不知情。是的，中国，哎，这种事情就没法说了呗。让医生洗脑到末世鬼门关啊，是人的常态。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就跟以前咱们去讲这个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这个事情是一样的。考得不错啊，祝贺，感谢感谢。是，这是很可怕的啊。我的疑问其实是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些山寨的代码，用原版的不香吗？因为原版的访问不了。谁敢骂国资，只能骂 4S 是的，棒极了，又赶上直播，哎，这个是好样的。小范考的怎么样啊？考的还算是让我们满意。底层逻辑错的，就是人品有问题呗。是的，华为也是一个不小的组织，一个公司，总是有一些能力的，也总是有不干人事的人。是的，但是呢，你如果说出了差错不让人说，你只能越来越不干人事，对吧？出了错你说了，然后我们把它解决了，那么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有机会往好了转变的，对吧？第一次赶上直播太幸运了，你这个寻苏应该不是第一回，我好像见过。报哪个大学和专业啊？我们要等他拿到通知书了以后，我们来去折腾。我估计应该下周吧，差不多啊。下周就是7月1号嘛，就是封闭填报志愿，然后呢，就是他要把志愿封闭起来啊，而且最后还要在学校确认一次。因为中国还出过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学生猜到了某位同学的
这个志愿填报的账号和密码进去了以后，把人家志愿改了，然后呢，导致他可能还改了5、6个同学的这个账号和这个志愿，然后呢，导致人家自己还改不了了，因为把人密码也改了啊，然后导致所有这些同学都没有考上自己心愿的这个心仪的第一志愿。所以现在呢，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有小孩填完志愿以后呢，都会去这个学校最后要核实一次，然后呢才能封闭啊。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因为像我们，因为考的也就算一般嘛，并没有到什么清华北大那个层次，对吧？你真到清华北大那个层次，你提前说，没准还有人举报你呢，对吧？你现在这个眼红的人多去了。以前很多人喜欢在小红书上晒啊，我们家哈佛了，我们家这个斯坦福了，我们家那个耶鲁了，我们家这个牛津剑桥了，对吧？现在你谁敢晒，然后马上就一帮家长上那个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去举报你，所以现在就彻底没人说了啊。这个风气也很神奇，这个我们就不说它了。华为干的啊最不耻的事儿，251事件，这还不太了解是指的哪个事儿。看了几次任正非的采访啊，满嘴新自由主义，无法想象他能变红砖英雄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他就在这么个位置上，你怎么办？我说的是华为医生啊，那就不知道了。宁夏考了490名，比你厉害，你这个厉害啊，你这个厉害。这个490名应该已经可以上到非常好的学校了。国资一看项目要打破外国人垄断，建立自主产权的世界第一，赶紧这个兴高采烈的掏钱投资啊，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华为医生要在15分钟赶到华为员工工位抢救啊，这还真不知道。这个广州的医院只认中山医啊，唯一不收红包的。南方那个现场不收，从其他医院转进去的转院的会收啊，这个就没法说了。华为医生要求15分钟赶到华为员工的工位抢救，那就是华为的员工看来还经常的是有出事儿的呗。华为传销组织啊，这就不能乱讲了。卖牛肉有此事吗？反正华为出来辟谣了，说我一年就买了100吨牛肉回来，你们不要乱说，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这个那就算跟他没关系吧，反正他辟过谣了。华为染指各个行业，不就说明它的赚钱能力不太行吗？华为赚钱能力不行的体现不是它染指各个行业，而是到每一个行业里头都让跟他上下游合作人都不挣钱。你比如他造车啊，他自己造车说我挣钱了，但是所有跟着他造车的人都赔得底儿掉啊，这个是比较过分的啊。华为确实卖，但是卖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大一16门公共课，马哲、毛思、邓盖等在招手，好吧？那学呗，在45左右一斤啊。这个我估计猪肉可能要涨价了，因为咱们不是制裁欧洲要给他们的猪肉涨价吗？华为不是尝试，是收割啊，它有不可言说的垄断能力，去哪儿死？是的。华为前员工李宏远离职被公司起诉敲诈勒索，被羁押251天，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哎呀，华为干类似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有一些吧。任正非是中国政府的人吧？难道华为真的是私企吗？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按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啊，从那上看它确实是私企。251啊，我印象，两边都有问题，这就不知道了。就是当有一边能说话，另外一边不能说话的时候，我宁肯相信不能说话那一边是好人。华为251事件又被称为李宏源事件，
2018年12月16号到2019年8月23号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桩未有检控的刑事案件。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员工李宏源在离职9个月后，被华为以职务侵占，先被改为泄露商业机密，后再被改为敲诈勒索为由向警方举报，而被羁押251天，因为证据不足而获检察院不起诉，并重获人身自由。好吧，这个还算是出来了吧。这个并没有说直接被搁在里头，我相信搁在里头应该肯定还有。这个华为挖了别人的人啊，回来去做芯片，做这个 WiFi 芯片，然后呢，人家自己再出去创业，再去做 WiFi 芯片的时候，华为也把他告了。这个我记得我还专门讲过一期节目，对吧？还有人真的跟我说啊，他真的偷了华为的东西啊。我说你华为偷别人东西的时候你不说，对吧？啊，跟中国政府有关的企业不以赚钱为目的，啊，都是进行国家任务啊。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大家都在赚钱，包括政府。中山医院我都不认啊，为了朋友孩子去和他们斗智斗勇过啊，大专家只是关心用国产还是进口啊。地下博士生小女生欣赏我的书卷气，忍不住偷偷告诉我，其实不需要再一次手术啊。这个没遇到过类似这种事情吧？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啊。我们现在来讲第二个故事，让我先喝口水。总得讲点好事嘛，不能老讲这个生气的事儿。胖东来啊，食品安全问题，赔款近1000万。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25号啊，就是6月25号公开的啊，不是事情发生在6月25号。河南新乡胖东来商场的擀面皮儿被曝加工场所卫生不达标，胖东来做了胖东来式的调查报告，就是每一次胖东来遇到这种事儿，都是会写一个6、7页很完善的一个调查报告啊，非常详细，非常细致，逻辑清晰，整改到位啊，这就是胖东来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呢，损失也是近1000万的。首先，咱们说一下什么是擀面皮儿啊？这个擀面皮儿呢是一种陕西小吃，就是咱们一般吃什么陕西凉皮儿、陕西面皮儿的时候，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它呢是把这个面先去洗了，对吧？洗完了以后，等于剩下面筋和面浆嘛。它要面浆啊，把这个实际上就是淀粉水沉淀一下，就是底下都成淀粉了，把上面水撇了。再搁这个发酵的这种菌啊，去发酵一下，然后呢，发酵了以后搁到锅里头，慢慢的把水分炒干，变成一个半固态的胶体啊，然后再擀成一个面皮儿，就是特别形象啊，中2根铁丝，然后把这个一团搁中间，然后拿擀面杖去擀，啊，擀得很薄啊，擀成这样的面皮儿。擀完了以后呢，啊，把这一层一层面皮儿抹上油蒸熟了。啊，然后再切条啊，就像面条似的，然后拌着辣椒油，拌上豆芽啊、面筋、凉皮啊一起吃，是这样的一种食品。那么这个近1000万的损失是怎么来的呢？啊，首先举报的人奖励10万块，你举报了我们有问题啊，我们直接给你钱10万块现金。然后过去10天。在新乡2个门店购买过擀面皮的顾客都上来免单，每个订单补偿1000元，啊，一共是8833份，这就是800多万啊，加上前面那10万，不到900万，对吧？所以这个钱胖东来是直接出了。有些人说，你看我买了2份啊，买了3份，没事买3份补3000块。啊，买2份补2000块，绝不是说因为你一个人买2份我就补你1份的钱啊，人家是按你买了多少份来去补钱的。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你要到胖东来的门店里去卖这个擀面皮这个食品，
胖东来是会去检查你的所有原料以及加工场地、加工过程都会去检查的。检查完了以后啊，你要想继续维持这个规范的加工场地，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摊位他就去增设或者是改设了一个加工场地。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常见，就是你检查都检查完了啊，我也入场了，然后呢，我找一个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地方啊，脏乱差一点，然后在那儿去做去，就便宜嘛，对吧？新的场地呢，你反正也不需要再检查了，就相对随意一点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竞争对手眼睛通常是雪亮，他们会盯着，哎，谁家摊口好啊？你想10天卖了8000多份，一天800份，它比这个叫做什么很多咖啡店、奶茶店卖的还多，所以这东西卖的相当好嘞。哎，那么竞争对手就给他举报了啊。当然你说是热心群众的可能性有没有啊？也有，但是呢，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加工点都是很隐蔽的。谁家说我还像福尔摩斯似的，我去找你一下啊？没有人找他去，所以呢，最大概率是竞争对手给他举报了。那胖东来的处理报告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先去回复事实，说6月19号上午11点接到了举报，说某擀面皮摊贩的加工点卫生条件差，而且有录像为证。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不像是热心群众干的啊？就是人家是有录像的。然后发现问题了啊，加工点与报备的加工点不一致，因为人家上你这儿来说，哎，我上胖东来做擀面皮来了，对吧？你说你在什么什么地儿，我也检查过了，但是呢，现在举报的这个加工点并不是当时报的那个啊，不是一个地儿。下午13点，安排人员去举报的加工点去看了一下啊，说那儿确实有一个加工点在干这个活呢，但是他干这活完了以后呢，他这擀面皮到底是不是给胖东来的不知道。怎么办呢？第二天早上啊，6月20号早上6点钟，品控人员就去蹲点去了，然后确认送货的面包车从举报加工点出发，将面筋、豆芽、辣椒油等啊送货到新乡胖东来擀面皮档口上去。好，说现在证据确凿了，就是你啊。经调查确认举报属实，当天停业整改啊，你这个事儿就停了吧啊，不要再接着弄了。而且摊贩现场罚款5000元啊，你得罚钱。这是说我们发现事情了。你看人家讲的时候，第一怎么发现的？发现完了以后，不是人家上来说我这儿发现有问题了就马上查，人家还有录像为证。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确认取证的一个过程，啊，他把整个事情描述的很清楚，这都是写在人家的报告里头的。然后到6月22日，摊贩整改完成了。啊，这个点特别有意思啊！整改完成了以后呢，他们还去检查说被举报的加工点已经关停了，新登记报备的加工点完全符合要求。到6月23号，他们允许这个摊贩啊恢复营业了，因为有协议啊，我不能说因为你干这么个事儿我就不让你干活了啊，这个事儿不行，还得营业啊。但是营业过一段时间呢，说我们呀看着你也烦啊，我们命令你择期。就直接退档就完了啊！我们以后不跟你玩了，不是说我现在就不跟你玩了，现在我还跟你接着玩下去，啊，让你把这个协议履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啊，然后咱们就不玩了。后续防范，人家也写的很清楚啊，说第一，加强管理，所有摊贩再统一排查一遍。你以为有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它就只有一个吗？原来咱们总说你看见一只蟑螂，家里至少有20只蟑螂在爬，对吧？那么既然有一个摊贩干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把所有的摊贩都整改一遍。啊，都排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再接着干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干得很地道，然后加强人员培训啊，你们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再做什么呢？就是完善这个工作流程，所有吃的东西啊，食材、生产、仓储、设备、运输，整个全流程我们都得看着啊。而且你在进来做这个档口之前，我要都审核。没有经过胖东来的审核啊，任何东西不许改。你说我想增加一个这个生产点啊，我想换一台设备啊，我想换一个食材采购商，你通通得上我这儿来这个报备来啊。你如果不报备，只要是变了，我就罚你啊，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也要加强培训，对摊贩也要培训，建立举报监督的机制。你看我这讲10万块钱，谁再发现了，我接着讲。
啊，这要鼓励大家相互举报啊，而且呢会对举报人的信息保密啊，甭管是你是竞争对手还是别人，只要你举报属实了，我核实了，我给你10万块钱，不告诉任何人谁举报的啊，这是啊整个的这个调查报告啊，后边还有一段啊，还有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处理这个事情。说第一，举报人啊10万元现金奖励，6月9号到6月19号购买了擀面皮和这个香辣面的退款啊，就是你买这项东西退款，然后给予1000元的补偿啊，每份1000元啊。然后胖东来自己的人员啊，有一些人负责这个摊档管理的人，辞退免职啊，取消年终福利，大概也是按照不同的级别去处理吧。然后擀面皮的这个摊位呢，前面我们说6月23号让他继续营业了，但是呢，说我们后续就不再给你做了啊，解除合同，终止合作，限期撤摊啊，我不是说我马上不给你做啊，你过几天你再走。后面最后一段是要明智啊，说我们以后要怎么办？第一个，商品质量是生命线，那你肯定还是要把这个拔上去啊，整个调性要拔上去。然后呢，以后公开透明，甭管你们发现什么事了，告到我这儿，我给大家做调查，调查完了告诉大家怎么处理的，处理的明明白白的啊。这个是胖东来的承诺，而且告诉大家，所有不符合标准的商家，我们就不合作了啊。这个是讲的非常好。这个整个这一段就是胖东来的处理报告啊，就是有理有据有节，对吧？然后每一件事情处理的让你没话说，该掏钱他自己掏，对吧？奖励10万块钱他掏的。我在抖音上还看到一个博主啊，真的是不懂装懂，说啊，你看知道胖东来为什么不能上市吧？奖励10万块钱没法做账，屁！你花多少钱都能做账，对吧？上市公司有的是做账的方法，你如果上市公司奖励的钱就没法做账了。那你这个共同富裕那些捐款你咋算，对吧？所以啊，这个胖东来不能上市，是因为啊，上市肯定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持上市公司的啊，他们肯定也懒得去折腾这个事儿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去上这个市啊，而且呢，到现在为止，胖东来其实也没有太走出河南啊，这个真的到大城市他玩不转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正在进行后续处理啊，处理的过程就是大家排队退款，啊，据说有人排了3个小时去退这1000块钱，啊，当然也有些顾客表示啊，说反正我也没拉肚子，这钱就不要了，啊，就这样了，啊，我们挺喜欢胖东来的，啊，还有更多的人什么退了钱以后进去买东西，退我1000块吧，我进去怎么得买1500、1800的东西出来，我得多买点对吧？一定要干这件事儿，啊，这个也有很多人啊。然后呢，胖东来这800多万花了，花了以后呢，这个名声留住了，而且让大家相信说，哎，我以后在胖东来买东西还是可以放心的啊，这个才是真正划算的地方，就是你要比打多少广告都划算。所以胖东来这800多万花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冤，算是很有智慧的一种花法。胖东来呢，他的创始人叫于东来啊，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吧。啊，这个人呢是1995年创建了胖东来，啊，他呢只在2个城市，河南的许昌和新乡2个地级市，河南的省会叫郑州啊，啊，郑州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有没有不确定，但是很多人都会专门坐着火车、坐着飞机去那儿看，说哎呀，这个胖东来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对吧？就跟以前搞的这个海底捞你学不会那本书似的啊，大家都去学，因为以前海底捞特别火的时候，互联网公司的人说我们一定要去吃一遍海底捞，要把海底捞整个的服务都看一遍啊，然后呢才回来说啊，互联网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都是向海底捞学的。啊，胖东来呢现在也是大量的人跑去看去啊，要学习，但是学这种东西通常是学不会的啊，为什么？因为你的根本利益和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你就没法去学人家这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人家苹果卖手机的时候，头1、2天不好买，对吧？让中国人学了一个饥饿营销，人家苹果说我没惦记干这事儿，对吧？你最后学了半天，学了个饥饿营销回去，所以跟胖东来学的人啊，包括前面我们去跟这个海底捞学的人，最后可能都会学一个不伦不类，对吧？学一本这个九阴真经回来以后，然后就变成这个啊辟邪剑法了，然后就这个欲练此功必先引刀自宫，可能就会学成那样。啊，现在呢，
雷军对于胖东来的评价是中国零售业神一般的存在。马云对于胖东来的评价是胖东来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其他企业的不足。就是在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华为干的这个烂事儿之后，咱们再看看胖东来是怎么处理问题的，都是遇到了这个问题，遇到了这个负面，对吧？胖东来说我认这个罚，对吧？我这个钱花完了以后，我的名声比这个钱重要啊，然后我的员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说一面镜子，对吧？你把这两个故事对比起来看，遇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典范就是胖东来啊，而不是说遇到问题我死活不认啊，谁敢说我就给你封号啊，你们就不爱国啊，这个就是华为干的活。做正确的事情，你肯定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至少这些代价是在短期内你是要付出，可能长期你会有收益，但是短期内代价是要付出的。那么现在的胖东来呢，只能是在比较小的城市里头，以比较小的规模去运行啊，这个还是可以搞得过来了。现在胖东来这种模式离开河南、离开新乡与许昌之后，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大家呢其实也都是有一个问号啊，因为随着企业规模的上升，随着这种叫做管理层级的增长啊，随着你有越来越多的中间管理层的诞生，这个是不是这种精神能够继续传递的下去，这事儿是不好说的，对吧？现在胖东来呢在开始帮助其他的超市进行运营。啊，这个包括永辉啊，胖东来都是坐在那儿给人去整改，但是最终的效果呢还有待观察啊，这个大概率会是一地鸡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人家原来的一整套的管理班子、管理体系，然后包括人，如果你去了以后，你没有办法把以前的人全都干掉啊，重新招一波人的话，那你是不可能给他改好的啊，这个。而且我相信，以胖东来，他既不占人股份，也不占人家各种的那么大的利益的情况下，他真的有权利说，我把你整个从上到下的人全开了嘛，然后我用胖东来的人啊，这个去管理你的这个超市，肯定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他肯定就给人改名字了，就都叫胖东来了，就不叫永辉了，对吧？啊，所以只是永辉呢，就是邀请胖东来带领他的团队去改进他们的这种超市，可能刚改完了3分钟热度，改完了以后就没有了。这种中国的学习呢，跟大家讲个故事吧。这个以前海底捞发明了一什么东西叫自助料理台啊，自助的小料台，大家需要吃各种的小料，自己去那儿拿去，对吧？这个可以省人啊，而且大家具体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这种蘸料，因为火锅蘸料嘛，自己去调啊，也这个体验很好。然后呢，大家就都学啊，后来的所有火锅店都向他们学，但是学不像，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海底捞那个小料台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包括各种小吃、水果什么这样的东西，对吧？而其他的这些店呢，就是说我就想把这人省了，我并不希望说顾客可以在我这小料台上吃喝玩乐啊，可以这个过得很开心，这跟我没关系，我就是来挣钱的，对吧？他们总是挑选自己最中意那部分去学习，然后说，哎，这部分如果我在这个小料台上放了一堆这个免费自助的这种瓜果的话，那么他们就不点水果了啊，这个我的销售额下降了，我的成本还上升了啊，这个不好，我们要把它干掉啊。他们都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学习先进经验的啊，所以中国的学一般都是只学皮毛，根深蒂固的还是我要去挣钱啊，还是这样的东西。那么现在胖东来呢，其实也遇到了问题啊。现在，咱们前面讲过，上周讲过一个胖东来的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员工跟顾客发生冲突了，对吧？他给员工发委屈奖，从500到5000不等啊，这个谁受了委屈了，给发点钱，对吧？让员工也都有一些很好的收入，对吧？甚至告诉员工说少上点班，他们胖东来的员工是这个非一线员工是每周工作4天的。对吧？他们现在准备修改成一线员工每周只工作，而且每天只工作6小时还是4小时，他反正要缩短工作时间，说大家得要有时间出去玩啊，要有时间休闲啊，对吧？要有松弛感啊。你这个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去打打麻将，去玩一会儿去，对吧？然后回来再干活。
他不像有很多老板似的说，哎，你这个怎么可以吃饭晚来了1分钟呢，或者多走了1分钟呢？这事不行啊。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就这样，发现啊，这个不管大家午饭吧，大家中午就出去吃饭去了啊。他比如给每个人发10块钱啊，你们出去吃饭去吧，啊，结果很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从11点半大家哩哩啦啦就开始走，然后呢吃到2点钟再回来，他觉得亏了啊。但是管饭呢10块钱又吃不下来，那算了，还是管吧，至少这个中午时间是他的嘛，让大家多干10分钟活，他觉得还是划算的啊。所以后来就开始管饭。那饭呢，你说能好吃吗？肯定不能好吃啊，对吧？一定是做的最难吃的饭啊。这个它可以节省成本嘛。说你看我又节省了成本啊，让你们吃了饭，而且呢我还控制了大家的午休时间啊，大家12点准时去吃饭，到12点10分吃完了回来，还可以回到办公室接着写代码。哎呀，这个老板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英明神武了，啊，这是中国老板比较常干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呢，胖东来呢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商场人满为患啊。胖东来的商场里边比如说许昌啊、新乡他们那种旅游景区的人还多，而且是比他们春节时期的这个旅游景区的人还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全国的人都会跑去看看啊，你到底做成什么样？而且胖东来里头有一些爆品，比如胖东来的茶叶呀，啊，胖东来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特定商品都是爆品啊，大家都要去看去啊，都要去买，甚至有很多的东西要排队买啊。你要想去买胖东来的茶叶，你可能要排4-5个小时你才能买得上啊。这个现在很多的许昌跟新乡的本地居民也在抱怨说，你出这么大名声，对吧？我们自己买东西都很不方便，怎么可以这样呢？商场里边人满为患啊，动不动就排队，而且很多商品的供应不足啊。我想买这个东西没了，哎，想买那个东西没了，对吧？这个大家也很不乐意。而且呢，现在代购呢对胖东来的整个的体验影响也非常厉害。现在大家到淘宝啊，到很多的这种电商平台上去看，都会有胖东来代购的一个搜索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搜到。当然，你也可以搜 Costco 代购啊，或者是山姆代购都是有的。但是胖东来代购很神奇啊，他们真的从河南啊，从新乡，从这个许昌把东西买出来，然后给你寄回来啊，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说胖东来自己上电商不就完了吗？胖东来也做了啊，胖东来是有自己的线上电商的，但是呢，代购之风依然是这个非常的盛行，就是每天从早晨3-4点钟就有代购在门口排队。你说我想去买胖东来茶叶，最简单的方式是从淘宝到代购那儿去买，对吧？他们真的是早上3-4点钟排完队，然后第一个冲进去把茶叶买光了，然后跑掉，对吧？这个你说我是许昌本地居民，他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喝过胖东来的茶叶了。那你说，既然是胖东来自己做线上电商，为什么搞不定代购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就是爆款的商品依然缺货，对吧？你最终还是一个线下的商超，我不能说我在线上把东西都卖了，然后导致线下没货卖，这事肯定不行。他还要保证线下有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还是代购是管用的。第二个的话，就是线上的商品品类不全啊，它线下的商品全。现在你比如像我们家比较喜欢山姆购物，山姆呢现在就是线上跟线下两边的品不一样，有些是只有线上有，有些是只有线下有。但是好在是什么？山姆线上的品类也比较全啊，所以我们家大量的商品都是直接在线上买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胖东来自己做的这种电商啊，它运费比较贵。你像山姆就比较聪明，他就直接去找京东来，咱合作吧，反正你熟，对吧？所有送货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哎，胖东来呢是自己去搞了一堆运输的事情，所以它的运费很贵，而且大量的商品还是供应不足，对吧？你想胖东来店里已经挤成那样了啊，在这个我们想去买一些紧俏的商品，你还是要去代购那里去买。对于胖东来的挑战来说呢，就是未来到底能不能把规模天花板突破掉啊，真正突破天花板，然后跨领域。其实现在我们去讲的这种代购以及电商，就是它要开始进行跨领域的发展，然后呢进行跨层级的拓展，真的走出许昌，走出新乡，对吧？到其他地方，你马上去个郑州呢，对吧？或者说你到北京来开一个试试。这个胖东来我估计在北京开马上能赔死他，对吧？这个为什么？因为这边的老爷们肯定比他那边的要严格啊。
他们一定在去做这种跨越规模、跨越这个领域、跨越层级的时候，对吧？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这就是胖东来的问题啊。但是你说它涨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不会这个就突然没有了？会啊。比如说另外一家咱们讲的叫海底捞，海底捞其实现在已经完全变味儿了，对吧？这个现在你要再去海底捞说我想去吃个火锅，还想去体会原来海底捞的这些东西就已经没了。因为最早做海底捞这帮人现在已经都在新加坡退休了，然后现在上去的都是一帮就是原来的可能中层啊，慢慢的升上来的，或者说他从外边再去聘请了一些人回来，对吧？这些人海底捞到底一开始是为什么？他们其实搞不清楚的。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团体，你在小的时候靠领导的个人魅力，到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你要靠规矩，再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一般说到500人以上，你要有企业文化和底层逻辑，对吧？刚才我们讲的华为的事情，他们是破坏了开源的底层逻辑和底层的文化。那么现在中国很多企业长不大的原因也是如此的，对吧？他们老板，比如说于东来啊，他形成的这种底层逻辑、底层的这种说我怎么从头开始，第一性原理，什么形成好多这样的东西在里头，对吧？后边人不会跟着走的啊，这个他就没有办法把这种东西传承下去。包括像前面的海底捞，也是如此。一旦是你的管理层级多了以后，每一层都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啊，那我就想办法在规则之内去做各种事情，啊，我要去钻规则的空子。到那个时候的话，任何企业就只能坍塌了啊！啊，这个是今天咱们讲的第二个故事啊，稍微简短一点，胖东来的故事。我看看还有什么评论。华为有这么强的舆论控制力，老大不担心吗？这个华为的控制力比你想象的要强啊！又赶上直播，从头看起。好，感谢感谢。当年许家印还能登高楼，有什么可担心的？但许家印现在，对吧？就是楼塌了吧？华为想做电车行业的博士，和他合作的主机厂有苦说不出，啊，也有上汽这样硬气的主机厂不愿意和他合作。华为是3条路，最后可能都走通了啊，就是博士是一条路，然后呢，华为 Insight 是一条路，这个华为智选是第3条路。华为这个博士这条路是谁在用？丰田在用，对吧？然后华为 Insight 呢是长安在用，然后华为智选呢就是赛力斯啊、智界、问界什么这些人在用，所以3条路现在都在往前走，拦不住他。啊，胖东来这个不应该叫损失，这一波算是非常优秀的品牌广告，绝对赚大了。不过鹤立鸡群，它以后就危险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比如同样是这一件事儿，如果你要想着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品牌广告啊，那最后就完蛋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说我就是真心实意的想把大家的损失挽回一些啊，让大家这个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我心里过意不去，那么这个呢，我花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标准啊。如果你说我要去做一个品牌广告的话，我就会想，我怎么可以花最少的钱啊，做最多的广告？他一定是这样来思考问题的。所以我就讲，起心动念，出发点是最重要的，对吧？当你出发点错了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战略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结果。当然，像胖东来这种企业，比如说你真到了一些大的城市里头，你跟大城市的一些地头蛇去碰撞的时候，对吧？孙大武有可能就会变成例子。上汽这次在欧洲进口关税制裁里，它是主要打击对象。欧洲制裁这个我还看了啊，它特别逗，是谁卖的车多，谁罚的狠。上汽是在欧洲卖了特别多的车出去，
为他买了一堆欧洲品牌在那卖，会有一些他的问题啊。为什么我觉得跟不上国内的新闻了呢？完全不知道咋回事，包括阿里数学竞赛那个我也不知道啊，那个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来晚了啊，跟大家打个好啊，打个招呼。好刺激，是看到哪儿了？好刺激！在这儿多听几次就能跟上国内新闻节奏了。没有没有，我讲的都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啊。这个所有我不感兴趣的我也就懒得看了，而且那个肯定是更多的啊。比如说什么月壤啊，这个就属于我不感兴趣的内容。你看我说过吗？下半天更有刺激的新闻出来，那就不知道了。第一次赶上直播 ，Streaker 这个名字不熟悉啊，切格瓦拉的头像嘛。如果店家损失不足10万，如果他不想干了，是不是可以钻这个空子，让人举报这个10万？我没看懂你在说什么。这个10万块钱是胖东来出的，又不是店家出的，店家出了5000，这10万块钱是胖东来自己出的。但是直播就没法加速播放了。是的。可以加速，你倒回去从头看。对，有很多人是倒回去从头把它播过来。准备报哪儿北清交折我们没考那么好这个一般我一看着这种的就觉得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对吧？这个我前两天也是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说这个大学了然后一帮人说是不是清华北大我就觉得心里好难受。已经回去从头看了感谢。刚查询了郑州没有好吧，郑州是没有。胖东来这种模式也只适合小规模运营摊子大了就管不过来了，是这样的。原来是河南的现在餐饮业卷得很这种宣传有用吗？有真有。我告诉你，人心是肉长的。胖东来的底层逻辑就是做人要真诚，对吧？像我也很真诚对吧？这个，所以胖东来什么时候能进入软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它有点难度胖东来毕竟还是一个这个做传统超市出身的人，对于软件和互联网这一个领域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可能等它大到一定程度就跟华为差不多了这个咱就大部分企业其实是没有能力长那么大的。第一次赶上直播，银角大王你这个不像，以前肯定看到过你。很多时候盖问题并不是想针对事件，而是本身根儿都烂了。是的，这个其实我盖问题最核心的是官本位制度，就是它的就是我不想着说我用户要怎么样，这个员工要怎么样，名声要怎么样，他唯一想的就是我这个位置要怎么样，对吧？他只要是官本位制度都会盖。胖东来发这工资这么高不合理，看他咋搞定利润。其实这个利润真的是有的其他企业你觉得卷，是因为利润在中间很多地方跑掉了你比如进货的环节各种审批环节他等于这帮人全力寻租，已经把钱拿走了。胖东来是盈利的，你一个不上市的公司，如果一直亏钱的话，早就挂彩了。大到一定程度，什么程度？小米那种程度吗？不一定。就是你比如你到一些大的城市，你需要跟当地的势力去这个博弈，对吧？你需要快速的扩张。京东是怎么最后玩废了？就是快速扩张，然后招了一堆刚刚够用的人，然后最后就干废了。老范我的朋友圈有几个大学同学在阴阳怪气保护了日本人的那位女士，国内这种人应该不多吧？也不少，也不少，对吧？这个，因为这几年整个的舆论就比较偏这个就没法整了。
第一次在国内赶上直播啊，这个好吧，看来你平时是在外边，正常的几年不见，信息获取都不一样了啊，三观出现了拐点，是的。感觉这种品牌效应和热度要转换为长期溢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过2年看看会不会爆雷喽？哎，你要抱有这种心态呢，你就肯定觉得为这种品牌溢价去花钱是不划算，对吧？所以这就还是起心动念的问题。所以啊，一般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就是他也做不出大的品牌来，因为你总是想着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怎么能够多快好省，啊，怎么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压下去，然后让这个，大家接着往前做啊，像华为的方式说去都闭嘴啊，禁止评论，这个事儿最快了，啊，胖东来好多年了吧？是的，是挺多年了，这被抓过这个事儿不了解啊，我还没有太仔细去研究胖东来的历程。胖东来是火过好多年啊，感觉就是专注经营自己的地盘是这样。我发现做超市是有一定的黑社会性质的，老板培训最热的就是忠诚和掌控，啊，忠诚就是谈收心收魂啊，这个也确实有人干这个事儿吧，这就反正比较恶心。其实想想，小而美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为啥要做大呢？这个我觉得在日本可以这么干啊，在国内不行，国内还是要去竞争的。它有时候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近阿里达摩院搞的国际数学大赛是不是出了一个中专生天才叫江平？是的，这个我还录了一期节目啊，这个在前面有，你可以去翻一翻。重点是国人没有这种传统啊。我爸说他们很难理解日本那种做了几十年子承父业的饭店，啊，认为非常没出息。这个其实国人以前也是这样的，只有改革开放后边大家才说了谁一夜暴富了，谁怎么样了，对吧？以前其实大家也都是传承多少代。讲过，对，数学竞赛的事情讲过了。原话是：如果我一直开饭店不上进，你拿来今天的生活啊，如果你也开饭店，那就是他的失败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然后这个接着一代一代干下去，我觉得挺好的。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愿意接班，对吧？很多年轻人说，我为什么要去开饭店，对吧？虽然我的爸爸、我的爷爷都是开饭店的，我不想开了，啊，现在这是日本比较麻烦的事情。怎么没人说声音小？不小吧？小吗？喂，啊，我这儿看的是正常的啊。4900名已经很厉害了，是啊，还好吧。反正今年呢，就老老实实考啊，这就是我们的高中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千万千万不要复读。说为什么呢？是2024年的高考比2023年多1000人，就是北京高考啊，6万多人嘛，多1000。然后多1000呢，这个北京招生呢也多了1000人啊，就是我多了1000个学生考大学，我就多了1000个大学生的这个位置。2025年的高考多1万人，所以这个事儿就，到明年会更难。不希望孩子考得好嘛？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就是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吧。钻空子的意思是店家反正不想干了，啊，请人举报自己，自己赔5000，还赚9万啊！这个我觉得没有人干这种二事儿啊。你想他在这个店里头10天能够卖8000多份儿这个擀面皮儿，这多挣钱的生意啊！恭喜范家大少取得600多分高分啊！本地大学是，也就是本地大学吧，肯定是助读啊，不会走读的。目前大环境不好，胖东来绝对是时代的异类。是的，后续会招来很多苍蝇。对，他之所以这么火，就是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出淤泥而不染，感觉丧失人类的基本，拿孩子威胁。
这是讲的哪段？胖东来算是传统的那种商家了，把名誉看得比利益重要，很多都做二选一，但是传统中国商人不会做合则而渔的事情啊。顺便再骂一下刘强东和华为，是这样的。青出于蓝了啊，是已经考得比我好了。985没问题啊，没有985啊，应该有个211吧。985还是有点难度啊，但是985你说农大是985，没人愿意去啊。什么农大、林大、民族大学，就是北京有一些没人愿意考的985，这个没办法啊。这个我们宁肯上211也不去农大。以前传承多少代都被国家收归国有了，是的。这个我记得我忘了，当时是听郎咸平还是谁去讲说这个，信誉是什么东西啊？信誉就是牺牲今天的利益换取明天的利益，这个叫信誉。但是如果最上面的这个老大说话不算数，然后导致你明天的信誉不能明天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的话，那么就没有人会去守护今天的利益信誉啊，就是它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 Discord 半夜的喷子啊，你是那个惦记去做奴隶的人吗？小范明年会多很多小师妹啊，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喷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在群里头还是要聊天啊，各抒己见就好了，没必要去为了喷人家，然后就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声音正常，对，我这儿检查也是正常。李老师发公告那阵儿取关你的人啊，现在是不是又重新关注回来了？现在5.4万多粉丝了啊，毕竟油管上看不到订阅了谁，关注了谁，其实能看到啊，其实能看到，但是不知道啊，管它呢，慢慢涨呗。我前几天还又掉了20多个，还不知道为什么。头一天掉了20多个，第二天又掉了可能10几个，就我一般是每天涨个可能5个、10个、20个的这种水平，但是突然掉了20几个呢，就觉得很奇怪。说千道万，其实还是整个社会没有兜底机制，按照中国人的聪明劳动，到哪里都不会比国内差。最关键的还是国内的寄生虫吸整个社会的血太厉害，不然国人也不会这么焦虑。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国人呢是真正有权利的人啊，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修改权利、修改规则，然后扩大自己的权利，剥夺别人的利益啊，这是可以去干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本周第一次啊，礼拜3直播你没在啊？好像是没在哈。胖东来这类商超综合体，如果开到外地，压不住地头蛇，消防、工商，环保会天天过去。一方面这些人会天天过去，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就这些人会给你塞人，对吧？说来我二叔的孩子毕业了，上你那儿锻炼2年，对吧？你这些人来了以后又不服管教，你拿他咋办？你拿他没办法。然后整个的公司的风气就带坏了。现在就是信用崩塌时代，是的，因为我们不认为信用有用啊。这是一个什么？听着听着跳广告出来啊，这正常啊，我就是靠广告活着的。相信的成本比怀疑的成本高太多了，是这样的。李老师发了什么公告啊？这个是前一段时间的事情了。问一下你的会员课程是否适合我们这种和互联网工作毫无关系的人？会不会能不能介绍一下课程适合什么人群啊？这样我的会员频道里头呢，基本上是分2类东西啊。第一类呢，确实有课程。第一个课程呢是现在是有一个已经做完的课程是投资意向书的解读啊，那个是一个系列课程，就是把整个的我们叫 term sheet 啊，投资意向书都解读一遍，然后也通过这个过程呢，跟大家讲一下投资人与这个创始人之间的博弈是怎么回事儿。然后第二个课程呢，讲的是
这个 AIGC 啊，就是现在的 AI 大家怎么用的一个课程。那一块的话，如果你完全跟互联网无关，确实听着会很累。啊，前面那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商业的一个普世的知识吧，通识课程吧，还是可以去学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节目里头经常会放一些，就是会员频道里经常会放一些不太适合在外面讲的东西。啊，很多人说啊，你怎么讲着老收着？很多东西在外边讲它不合适，对吧？所以那些东西我会放到，就比如我想去骂人啊，我想去这个说一些这个相对敏感一点的事情，那我一般都会放到会员频道里去说。啊，大概就是这样两类东西啊，就是有课程，课程不多，大部分是骂人。热不热？不热，我开空调了。老范，你儿子入读大学计算机专业了，希望他给同宿舍的同学推荐你的频道嘛，帮你增加广告观看量和会员收入吧。没这个指望啊，因为现在大学生有可能会举报你，对吧？这个他愿意看他就自己看啊，也不要给别人看，因为呢你毕竟是挂梯子嘛，这个事情被举报了还是很烦的。大学生啊不看这个啊，有空打游戏都不会听这个东西，好吧？好奇小范是不是听啊？他不听，我也不要求他听，他反正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恭喜啊，小范入名校啊，迎来新起点，老范和范嫂可以轻松一些。是的，这个肯定未来是要靠他自己了。范老师骂人啊，这个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好吧？这个骂人还是这个，反正有些不是特别正能量的吧，会放在里头。要不搞个七一大促，当天充会员4.99刀体验1个月，号召来一波。这个关键是不太会玩那个东西啊，就是呃叫什么呢？这个YouTube 应该没有给这个功能，就是比如说4.99刀，下个月涨回10刀去，对吧？它没有给这个功能，它就是10刀就是10刀，啊，就或者9.99刀，大概就是这样。它不像是国内这个平台设计的这么，呃，就是功能这么全吧。他们不觉得有这样的必要。IT 公司这个说法在中文语境里面到底是啥范围？比如互联网芯片、手机啊、智能手机公司、华为这些算 IT 公司，其实都算啊。IT 公司叫信息技术，所有信息技术公司都算，包括联想什么也都算。小范一般听现场的，小范一般不听。小范现在在砍人呢，在《艾尔登法环》里头在转悠呢。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还有一个问题，千万不要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政治倾向，啊，因为我真的吃过这个亏。哎，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变得这种，就是有话不敢说呀什么的，其实也挺可悲的。应该我支持什么，我相信什么，我都愿意大胆说出来，啊，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这个才是好的生活。范老师这么能说啊，嫂子会不会觉得贫？我太太也是个老师，她是个英语老师。第一次赶上直播999，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我原来肯定见过。人言可畏，是的，在外面还是可以表达的。对，独立时代，通篇没脏字儿，把现在可骂的都骂了啊，没看过。油管清理僵尸粉啊，这个也有可能。他说油管每过一段时间会清理。如果不和，
可以优化自己的社交圈啊，是的。而且我觉得老外呢，他好多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政治观念，但是依然可以做朋友，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不是说一定要志同道合才可以在一起，相互包容，甚至有时候人家两口子都有不同的政见。好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周日如果身体状态好的话，就会吃药直播；如果不好的话，就休息。明天让我休息一下，然后本周会员节目，我在想是继续录课程呢，还是骂一期人再说啊？因为上一期的会员节目，我发现看的人太少，因为这种课程确实是比较枯燥。对，多给老范点赞，已经点赞了，感谢感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